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九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新的2020款 iPad Pro 的视频。我知道你已经看了很多关于 iPad Pro 的这个视频了，但是你还没有看小白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期视频咱们就不光体验一下新款的 iPad Pro， 也聊一聊什么是生产力，聊一聊苹果的产品规划。不拖观众体验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。它是12.9英寸的版本。这个我在武汉工作室的那一款呢是2018年的11寸的版本。这个键盘呢我也是刚刚拆出来，我这样摆放是不是感觉非常像新款的键盘？最新款的 Magic Keyboard 呢需要到4、5月份的时候才会上市，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体验。这次的这个 iPad Pro 呢，其实在硬件上呢相对来说改变是比较少的。如果咱们把它总结一下，基本上就有2个比较大的点吧。第一个就是摄像头方面，这次呢它是一个1200万的广角镜头之外，再加了一个1000万的超广角镜头。我们放一下，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野的增加。另外在造型方面呢，跟这个 iPhone 也是非常像的啊。你感觉它这边应该还有一颗摄像头，就是3颗。其实它这边是一个激光雷达。之前这个 TOF 镜头你应该是知道的，其实它是计算这个光到物体的时间，然后返回来的这个时间来判断物体的一个景深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景深摄像头。但是它这个精度更高，速度更快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超级 TOF。它其实里边有2个小的，只不过是它放在了一个圈里边啊。准确的说，应该是有4颗摄像头。这么大的一个产品，你不管是加几个镜头啊，大家用它拍照的这个概率应该是非常非常小的。它不论是广角还是超广角，主要是为了 AR 方面的生产力提升。正面的屏幕呢没有改变，依然是120赫兹的这个 Liquid 的屏幕。这个屏幕怎么说呢？就是地表最强 Pad 屏幕，或者说。就是即便放在这个笔记本里边，这也是一块非常非常顶级的屏幕，这个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。亮度方面呢是能到达600尼特的。另外就是处理器啊，这次呢没有 A13X， 而是 A12Z。这个 A12X 的小鸡血版本吧，你看字母可以看出来 XYZ 是吧 ？X 再上面一档就是这个 Z 版。这个它的 CPU 提升方面呢是微乎其微的，非常非常小，主要是在 GPU 方面它增加了一个核心，GPU 方面有了提升，也就是图形性能。你看又来了，这个就是 AR 或者说图形处理方面这个生产力的提升。OK， 那咱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生产力。这个买前生产力，买后爱奇艺。其实生产力这个事儿呢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咱们现在可以打一波弹幕啊，你是什么职业？是学生也好，记者也好，还是老师也好，还是一个单纯的数码爱好者，还在上高中也好，都行。有人是吧，我就写字就可以了。我是写小说的，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做 PPT 的，那么 iPad Pro 可以实现，那么手机可以实现，那么手机就是你的生产力工具，那么 iPad Pro 就是你的生产力工具。每个人的生产力针对于每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你不能怪这个产品，而是怪你的生产力跟这个产品没有对上号。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后期，非要用 iPad Pro 来剪你非常专业高清的这个视频，那确实实现不了，那它确实不是生产力工具，对吧？因为它没有达到你的要求，或者说跟你的要求呢不相符合。这个在之前测评手机的视频里面我也跟大家聊过，你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第一需求点，然后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手机。iPad Pro 也是先明确你的生产力需求点，看看 iPad Pro 能不能实现。如果能实现，那么它就是一台生产力工具；如果不能实现，你非买，那它就变成爱奇艺或者说盖泡面了。是不是生产力工具不取决于 iPad Pro， 而是取决于你自己的需求。在目前来说，我觉得 iPad Pro 呢是可以代替上网本这个品类的。这个激光雷达目前能够让大家非常明确感知到的这个提升，就是它的这个测距。之前你用 iPhone 手机的时候，它都需要识别一会儿，而且精度呢感觉并不是特别高。但是有了激光雷达之后，你只要一点开它，瞬间就可以识别，而且可以非常精准的测量。你推进它，甚至还能出现这个精细的刻度，这个就是你最能够明确感知到的激光雷达的应用。这时候你会说，哎，这个应用场景实在是太少了，我又不是每天是量房子，我又不是搞装修的。不过呢，现在苹果呢已经开放了这个接口，后期的这个开发者呢可以利用这个激光雷达做出来很多好玩的东西。就比如说之前安卓机炒过一段时间的，就是给一个物体，然后用 TOF 镜头扫描，最后进行模型重建。
但是那个功能也就在发布会上说一下，然后后面呢也没有什么人用，因为我们使用的过程中确实它不好用，而且非常慢，而且识别的过程也不精准。但是有了激光雷达之后，就可以非常快速的精准识别进行建模。如果要牵扯到普通用户呢，就比如说你以后这个 AR 换衣服，它会更加精准，甚至比如说你想卖一些自己的东西，就不光是一个图片了，你可以非常方便的拿这个 iPad Pro 把它转一圈，扫一个模，别人想买的东西直接就看 AR 的这个效果。并不是不能想象，这个因为有了这些硬件了之后，后续这个生态呢也会跟上。摄像力工具呢肯定还离不开就是它最新的这个 Magic Keyboard 的那个键盘，那个键盘呢是带触控板的，我的笔啊还有触控板啊全在这个武汉的工作室。直接拿这个电脑举一下例子吧，就是这个笔记本的键盘和触控板直接给你移植到了Magic Keyboard 的这个 iPad 的这个键盘上面，你这么理解就可以了。因为无论是 Mac 上的这个手势操作，还是剪刀脚的键盘，然后还有这个背光，它这个 Magic Keyboard 全部都有。而且它还有这个接口可以进行充电，配合新一代 iPad Pro 呢，还有13.4这个最新的系统，而且它加入了鼠标和键盘的这套操作在里边。你可以用 Type-C 接口连接有线鼠标，你也可以连接这个蓝牙鼠标，都可以在上面操作。主要的就是这次这个鼠标的光标，它并不像一个普通的一个笔记本电脑上那个直接就是一个指针，而是一个小圆点，针对不同的这个图标、不同的功能呢，直接变成这个吸附效果，直接变成不同的这个光标。比如说打字的时候，它可以变成一个小竖线，然后在选择功能的时候，它可以变成小方块、小圆圈，就是跟随系统来进行变动。但是目前第三方软件呢，还是需要专门的适配。主要的就是苹果自己的这一套呢，它已经全部适配完毕了。这次这个鼠标模式呢，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吸附效果。它的使用场景非常复杂的情况下，这个吸附就显得格外重要。因为大家用鼠标或者说用触控板来选择的时候，你可能在一个震动的环境，你可能在车上不是很稳定的一个环境里边，你会不小心一震动就拖到旁边去了。但是吸附效果就没有这个问题，一上去砰，它就吸住了，然后直接进行点按就可以了。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容错范围，这个就是苹果针对 iPad Pro 比较复杂的使用场景来做出的细节上的优化。在只能点按的情况下，你的手指呢是不能进行精确操作的。就比如说我在 iPad 上经常这个剪片子，在选择针的时候，这个手指呢就确实不太好用。但是我有了一个触控板之后，我可以精确的进行针对的选鼠标、键盘，加上触控，再加上这些吸附的优化，基本上覆盖了目前所有的操作方式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一个键盘壳加上一个 iPad Pro， 这个体积也不小了，是吧？这个我为什么不带一个笔记本呢？其实之前乔布斯就说过，平板电脑呢是介于笔记本和手机中间的一个产品。但是目前升级过之后的 iPad Pro 呢，你可以把它当做 iPad 和笔记本之间的产品。如果不深入体验的人可能会想，我为什么不买一个笔记本呢？但是笔记本它不能直接拆出来一个屏幕进行使用，这个就是更加丰富的使用场景。就比如说我现在想一下，我下一次出差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，那么我可以不带键盘，直接带一个 iPad。我直接手指进行操作就行了。但是我一想，我这次可能会需要一些文字上的工作、图片上的工作，那我就加上这个键盘套在一起进行使用，而且它的便携性、移动性都要比笔记本高，尤其是到 AR 的这种使用场景下 ，AR 你不能拿个笔记本在那转，对吧？你拿一 iPad Pro 上面有非常专业的摄像头进行使用。但是未来肯定是有一个方向的，现在苹果已经把它全部都放在了 AR 这个方向上。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苹果肯定比咱们更知道。对吧？苹果现在它已经做到了这个领域的第一名，而且也只有苹果，现在其他家好像咱们都没有看到在这个 AR 方向有发力的。咱们不知道笔记本的下一个形态是什么样的，苹果也不知道，苹果也许错了，苹果也许对了，但是它总需要一个方向让我们去推进，不能永远都是这个状态。我觉得上网本已经完全可以被 iPad Pro 给取代了。从目前现阶段来说，我觉得苹果的选择是对的。后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，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是软件生态上 ，iPad Pro 它能不能成为最普通大众的生产率工具，就是基本上每个人就可以覆盖自己的这个使用的领域，那么就是看它底层软件的支持程度是怎么样的。因为它有了鼠标和有了键盘之后，那它完全就是一台电脑了嘛。就没有任何在输入介质上的这个限制了。OK， 还有一个硬件上的提升，就是5个专业级的录音棚麦克风。之前的那个也是专业级的录音棚麦克风，咱们来实际听一下。
OK， 最后的最后，购买问题，就像开头咱们刚才说的，生产力公寓还是爱奇艺呢？这个要看你自己的选择，你自己的生产力需求吧。从购买建议上呢，我觉得我还是更加推荐11寸的版本，因为无论是从便携性上，还是这个日常的使用上呢，11寸给我带来的感受都是最好的。这个如果12.9寸的再加上那个键盘，因为那个键盘我一直没有查到它的重量啊，我觉得可能还是稍微更重了一点。蜂窝版还是 WiFi 版的选择上呢，我觉得我之前选择就错了，因为我之前选择的是 WiFi 版，我觉得是吧，我手机开一个热点就行了呀，或者说这个酒店啊，或者说日常的公共场合都有很多 WiFi 都可以用，但是真的很麻烦，真的很麻烦，真的很麻烦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好像是差800块钱还是差1000块钱啊？如果你的预算不是那么紧张的话，我建议买蜂窝的版本，因为买蜂窝版本现在这个上网流量就这么便宜，你直接买一张卡插进去，非常的方便。如果预算充足，我强烈建议你购买蜂窝的版本。这次这个价格上呢，它不光加量啊，这个128起步了，而且它还降价了，这个降了200块钱，之前是6499，现在这个最低的起售版本呢是到6299块钱。你是选择 iPad Pro 还是选择 MacBook Air？ 因为这次更新，我觉得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电脑？然后它同时更新了2个电脑产品，一个是 MacBook Air， 一个是 Mac Mini。如果在你心里你比较担心未来的未知的一些使用场景，那么选择一个 MacBook Air 呢是比较合适的。如果你现在已经完全知道你正在做什么，你未来做什么，你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干什么，那么MacBook Pro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，因为它拥有更加丰富的使用场景，因为它可以分离。更多内容和精彩呢，关注我们的 B 站、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。这个后期呢，我们也会持续分享 iPad Pro 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和相关的一些体验。博观真甜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！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，这个小白测评。